这绝对是一部你不敢二刷的 S 级恐怖片，13个生猛厉鬼贯穿电影始终，每次出场都能让你肾上腺飙升，恐怖程度实可信。友情提示：本片全程高能，强烈建议大家在好友的陪同下抱团观看。午夜时分，百鬼横行，一群人开车来到一处废弃的停车场，开启了捉尸之旅。秃顶博士准备带领团队从这里捉走一只猛鬼。眼镜男是个通灵专家，刚一下车就感受到猛鬼的存在，强大的气场让他头痛难忍。他建议大家赶紧离开此地，可失恋眼博士却不管不顾，还不停呵斥他赶紧干活。只见眼镜男把手往地上一放，就瞬间感应到猛鬼的位置。为了抓住猛鬼碎尸王，博士立刻让手下启动射红枪，然后在地上洒出大量鲜血。不多时，猛鬼就踏着阴风不请自来，展开了一场惨无人道的虐杀时刻。很快就将整个捉鬼团队杀得片甲不留，直到最后一名手下跑进射红箱内，才将猛鬼碎尸王成功抓获。可当眼镜男准备向博士汇报时，却发现对方早就死在了混战之中。画面一转，来到几年后，男主亚瑟是一个普通的人民教师，虽没有大富大贵，但也算丰衣足食，一家4口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不幸的是，一场火灾夺走了一切，妻子也死于大火之中。为了偿还高额贷款，亚瑟便带着保姆和孩子开始了蜗居生活。这天，一名律师突然登门拜访，给他们播放了一段视频。原来秃顶博士是亚瑟的叔叔，死前将所有的遗产继承给他，其中还包括一栋豪宅。这对拮据的一家人来说，无疑是雪中送炭。随后，律师将一把带有符文的金钥匙交给亚瑟，一家人高兴不已，恨不得马上搬进新家。这时律师脸上露出了一丝诡笑，似乎对他们隐瞒了什么。第二天，一家人迫不及待地前往豪宅，那里地处深山老林，方圆数十里，荒无人烟。可当他们见到豪宅后，却被彻底惊呆。这里根本不是别墅，简直就是一座豪华的城堡，墙壁全部由透明玻璃制造而成，上面还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符文。这时一个男人正鬼鬼祟祟地站在门口，声称自己是电力维修人员，需要到房间内寻找断电的原因。亚瑟插入钥匙后，里面的机关开始运转，同时屋内的灯光也全部亮起。机械化的装置加上豪华酷炫的装修风格，让所有人都眼花缭乱。奇怪的是，所有东西上都刻满了符咒，大厅中央还摆着一个巨型罗盘。所有人沉浸在喜悦当中，开始在别墅内四处闲逛。律师将亚瑟叫到一边，办理了交接手续。这时那名电力工人已经来到了地下室，里面有很多被封闭的隔离房，可他还没走2步，就感受到一阵强烈的痛感。他赶紧戴上透视眼镜，发现里面全是一些凶神恶煞的厉鬼。眼镜男被吓得惊慌失措，急忙找到亚瑟，并对他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。原来他就是当初和博士一起抓鬼的助手，这次前来就是为了寻找博士的巨额财产，没想到却在地下室里见到了和博士一起抓获的12只猛鬼。眼镜男知道每个厉鬼都有超强的能力，劝亚瑟赶紧离开，可亚瑟根本不相信鬼神。这时一旁的律师也开始添油加醋，说眼镜男就是个想霸占财产的神经病。眼镜男不想继续解释，当他准备离开时，又感受到一阵强烈的痛感。亚瑟赶紧上前搀扶，就当两人接触的一瞬间，眼镜男立刻感应到亚瑟妻子死前的场景。等他恢复正常后，却发现一旁的律师消失不见。原来他已经来到地下的控制室，准备拿走里面的钞票。可当他拿走皮箱的一瞬间，却触发了机关，随着齿轮的转动，房间里的大门被全部关闭，整栋别墅被一层钢板牢牢包住，将这里打造成一个猛鬼版的异次元沙阵。亚瑟感觉到不对劲，便四处寻找家人，尽快撤离。此时大厅里的罗盘转动到与射红箱对应的图案，一个女厉鬼被成功释放。律师见状缓缓地向后退去，却被突然关闭的玻璃门一分为二。此时罗盘还在不停地转动，说明地下室里的猛鬼正陆续的被释放出来。另一边，亚瑟的儿子找到一副透明眼镜，戴上它就可以看到鬼魂，就连房间里的符文也全部变成了金色。男孩骑着滑板车在豪宅里闲逛时，地下室的玻璃门突然打开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男孩走进了地下室。因为戴着透明眼镜，他看到了各种指向非常的厉鬼。男孩害怕的向前逃跑，却不幸摔倒在地。这时母亲的鬼魂走了过来，原来他死后也被博士捉了起来。他让儿子赶快回到父亲身边，却被突然出现的鬼博士一把抓住。另一边，亚瑟为了尽快找到儿子，便用巨额财产雇佣眼镜男一起寻找。眼镜男听后直接带着众人来到地下室，4人兵分2路开始搜寻。此时眼镜男发现关押厉鬼的部分房间已被打开，
保姆通过透视镜也看到那些凶残的厉鬼。下一秒，一个头上插着弓箭的小鬼突然出现，两人沿着通道急速逃命。保姆不慎将眼镜男关进了摄红箱，里面有一个棒球少年，对眼镜男展开猛烈攻击。紧急时刻，玻璃门突然打开，眼镜男成功逃过一劫。没想到刚来到1楼，又遇到两个猛鬼，两个人被吓得红不附体，开始在房间里狂奔。另一边，亚瑟的女儿捡到了弟弟的透视镜，结果刚戴上，就看到一个头戴铁笼的厉鬼。对方将女孩拖到墙角，疯狂摩擦。亚瑟见状，赶紧上前帮忙。紧急时刻，一名女猎人突然出现，仅有一个照明弹，就将铁笼鬼赶进了摄魂箱。女孩将眼镜交给父亲后，亚瑟瞬间被吓得哑巴呆住。女猎人偷偷来这里的目的，主要是想释放这些厉鬼，帮他们完成投胎转世。博士本想在这里制造一台能预见未来的机器，并且用13名厉鬼作为机器的动力，但没想到当他抓住第12只时，却发生了意外。可亚瑟根本听不进去，只想带着家人尽快离开。没想到刚一转身，却发现身边的女儿早就消失不见。当他准备寻找时，却被狰狞的厉鬼吓得不知所措。女猎人建议他们先到书房躲一躲，因为那里符咒最多，相对来说更加安全。女猎人刚爬到2楼，就撞见了眼镜男。这时那名浑身插满钢钉的厉鬼被释放了出来。没过多久，铁笼猛鬼再次现身，对着亚瑟的后背一动猛刨。眼镜男见状，急忙扔出闪光弹，帮亚瑟逃过一劫，并成功躲进了书房。这时女猎人突然大发雷霆，因为这12只猛鬼都是眼镜男帮博士抓来的，其中还包括亚瑟死去的妻子。亚瑟听后怒气值瞬间爆表。这时女猎人表示，现在还有机会救回你的妻子，这里一共关押着12只猛鬼，代表着恶魔12宫。猛鬼一旦被释放出来，就会贡献自己的能量，启动未来机器，打开地狱之眼，而创造机器的人便会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，成为世界上最有势力的人。但现在想要阻止机器运转，必须让一个人自愿献出生命，成为第3只猛鬼，彻底洗刷12只猛鬼的灵魂。亚瑟沉思片刻后，决定实施第2套方案，先去外面找到2个孩子，然后彻底将机器炸毁，如果到万不得已的地步，再献祭自己的生命。随后几人兵分2路，眼镜男为了弥补自己的罪过，和亚瑟一起寻找孩子，两人一起与猛鬼斗智斗勇。这时最后一只猛鬼碎尸王被释放了出来，眼镜男为了保护亚瑟，用玻璃门将其挡在角落，结果自己却被猛鬼撕成了2半。保姆和女猎人这边准备到控制室安放炸药，这时一个神秘人突然出现，而这个人正是死去的博士。女猎人见状，直接将保姆打晕在地。原来他竟是博士的舔狗。博士假死后，一直在背后密谋着一切，把亚瑟一家骗到这里后，用孩子作为诱饵，让他自愿完成献祭，帮自己创造出伟大的机器。随后，博士用扩声器播放了招魂咒语，大厅的法阵开始快速旋转，12只猛鬼的鬼魂在咒语的召唤下逐渐消失。妻子的魂魄和亚瑟短暂道别后，也被传送到其他的地方。结果女猎人也被博士残忍的杀害。此时亚瑟的女儿和儿子出现在大厅的法阵中央，亚瑟看后急忙冲了出去，戴上透明眼镜后发现12只猛鬼全部站在法阵周围。这时博士一脸阴险的走了过来，亚瑟二话不说上去就打。眼看12只猛鬼就要完成献祭时，机器突然发生了故障。原来被打晕的女保姆醒来后，在控制室里胡乱的操控，结果把12只厉鬼从转盘上重新释放了出来。以为长期被博士奴役，厉鬼早就对博士充满了仇恨。12只猛鬼全部来到博士身边，一把将其扔进了机器。这时眼镜男的鬼魂突然出现在眼前，鼓励亚瑟一定要救下自己的孩子。亚瑟找准时机，一个闪现跳进了机器中心，成功救下了2个孩子。这时安置的炸药也发生了爆炸，所有刻满符咒的玻璃全部毁于一旦。所以没有了符咒的镇压，12名冤魂终于离开了这个牢笼。妻子看到幸福的一家人，带着所有的爱离开了这个世界。Sick of this nanny shit. I've had it. This was not in the job description.